杀手套房，2块币，我们那儿都是1块币啊，干啥嫌贵啊？隔壁派出所拘留室那不要钱。你知道我是谁吗 ？John Wick， 听过吗？你讲啥你也不好使，知道不？就是这个价，爱住不住。你来我们村干啥来了？隔壁村长又把我们村李寡妇给睡了。等着，给你拿房卡去。哎，你把那个枪存那儿，看到吗？极速追杀3部曲，相信喜欢枪械的水友已经刷了不知道多少遍了。电影里呢，塔兰战术为基努·里维斯量身定制的战斗大师系列枪械，一直被国内外枪迷津津乐道。塔兰战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啊，确切的说应该叫做武器作坊。他们主要的业务呢是把客户寄来的武器进行改装升级，那这些升级过的枪械就会有 TTI 的后缀名称。经过重新切割，打上激光刻字的滑套是 TTI 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在《极速追杀》系列电影里露面以后啊，塔兰战术定制的格洛克34和 STI 2011 2款战斗大师成了每个枪迷梦寐以求的武器。格洛克34实际上是以格洛克 17L 为基础改进而来的竞赛型手枪，所以外观上呢和格洛克 17L 区别不大。独角兽的格洛克34发射器是继 P1 之后市面上第2款以整枪形式发售的气动格洛克水弹发射器，加上单独推出的 TTI 限量款一经上市呢，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基础版本的白色包装显得很高档啊，就是这个封面设计呢，有一种马路易的既视感。可以看到格洛克34的标志下方写着 Fourth Generation， 也就是说这支发射器复刻的是第4代 G3次手枪。包装里附带了一本铜版纸印刷的使用指南，相信玩过 P1 的水友应该都了解基本操作了。原厂附带的护目镜挺有意思啊，镜面还有反光镀膜。方形盒子里装的是一小包磨砂水弹，现在磨砂弹应该是气动玩具的标配了。发射器本体是格洛克34军版造型，和上期威尔特 M1 一样，用了蒂芙尼蓝的保护色滑套。看来独角兽也要把女性玩家作为目标客户啊。发射器全重不到600克，比原厂 P1 稍轻一些。滑套漆面很细腻，看起来就有一种让人抚摸的欲望。左侧有格洛克34的铭文，凹刻很清晰，不过字体不是特别还原，仔细看会有不太平整的凸起。右侧抛钩钩使用了钢制的独立分件，左侧公挂槽里安装了金属片防止磨损。对于尼龙滑套来说，这2处细节还是挺讲究的。顶部罩门的钢制内构上下左右都可以微调，缺口的凹形标志还使用了夜光涂料，照射以后会在黑暗中发出幽幽绿光，帮助瞄准。枪管座上9×19和格洛克钢印还原的还不错。滑套前端的巨大开孔，原枪是为了平衡整枪的重量，这里可以直接透过开孔看到黑色的尼龙外拐。4代格洛克下身握把防滑纹改为了点阵造型，防滑效果可能确实有点提升，不过我没感觉出来。除此之外，空挂释放拨杆增加了一块凸起，接触面积增大以后，拨动起来确实舒服多了。握把底部名牌上没有刻字，同时也没有和 P1 类似的枪身总保险，不过那个保险也确实没什么用就是了。独角兽的双面释放弹匣此前就有单独发售，针对 P1 使用水弹出现的问题，独角兽对爆弹嘴和推弹滑块进行了优化。背部剩余弹药窗口还原的还不错，上方出气阀为钢制，寿命应该要长一些。弹匣底盖没有预留充气口，需要推开底盖才能充气。这支 G34 基础版的做工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整支发射器的活动部件运作顺畅，拉动滑套非常丝滑，各个部件的公差控制得很不错。和基础版一同发售的还有这套众筹价1099的豪华版，也就是开头提到的塔兰战术定制款 TTI 格洛克34。不用我多说，这个聚合物材质的安全枪值多少钱，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打开盒子的时候，强烈建议大家戴好墨镜，因为5枚杀手金币会在第一时间闪瞎您的狗眼。你别说，这铸造的金币还真像那么回事儿，30克的重量，沉甸甸的拿在手上，很适合意淫。盒子里还有一个杀手血器，金属材质的表面花纹雕得挺漂亮的。这个纽约大陆酒店的房卡，一股中二的气息扑面而来，
跟金币放在一块呢，拍照发个朋友圈挺不错。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盒子底下还有一层专门用来装弹匣，这个定位还挺精准的啊！买这玩意儿的水友呢，弹匣必然也少不了。豪华版同样以格洛克34为基础，更换 TTI 滑套，金属外管，搭配4代 G34下身，加装了 TTI 定制的弹匣颈导向座和弹匣扩容底盖。升级后的 G34全重745克，相比基础款手感好了不少。独角兽为豪华版准备的这款滑套使用了7075铝合金材质，表面氧化工艺，用料还是挺良心的。相比尼龙滑套的基础版，铝合金材质的滑套和枪管拉动的声音更加清脆。同样是钢制的独立抛钩钩，滑套左右两侧防滑槽凸起的部分做了拉丝处理，中间凹槽部分的磨砂面用激光刻字印着 Combat Master 和 Terran Tactical Innovations。滑套尾部的底盖模拟碳纤维编织的表面纹路，中间也有一个塔兰战术的 logo。相比军版 ，TTI 滑套在前端两侧各增加了一个开孔，进一步减轻重量。定制款的铝合金罩门不可调节，准心上有绿色光纤用来辅助瞄准。滑套前端用了多边形棱角样式的切削，和电影里圆弧过渡的倒角有些区别啊。搭配暗金色的铝合金外管，上身看起来还是非常精致的。塔兰战术定制的格洛克34整枪还包含了增加握持感的烫绒握把。独角兽没有为握把烫绒是整支发射器最大的遗憾。不管是出于成本还是外观上的考虑啊，这个细节的缺失呢，让这支豪华版少了一点极速追杀的味道。好在铝合金的弹匣颈导向座没有缺席，底部用2颗螺丝固定在握把上，漆面和刻字都很细腻。使用金色保险的 KI 扳机看起来倒也不算突兀，扳机力很轻。弹匣扩容底盖是一个装饰，没有实际功能，安装在弹匣上略微有些晃动，需要取下才能看到充气阀。豪华版的下身除了更换了装饰件以外，内构和基础版保持一致，不锈钢材质的击锤轮和击针能够感觉到释放力度比较大。内管座没有 P1 类似的限位，可以直接抽出来。两版 G34 都使用了特殊的双段式附近簧，让滑套在后座时得到缓冲，但塑料材质的附近感略显缩水。独角兽滑套前端的半圆造型比 P1 要大一些，所以滑套无法和 P1 互换。根据说明书显示，灌入 R13C 冷媒能够感觉到独角兽弹匣的气化功能比 P1 强不少，后座明显更加有力。原厂初速在60左右，性能相比 P1 略有提升。使用 R290，初速达了70，手枪局应该可以收人头了。供弹和激发都比较稳定，碎弹很少出现。有时有反映使用290敲不开气阀的现象，大概率是气阀内部的欧圈错位了，拆开归位一下就能够解决。应该说这套 G34 的完成度比较高，各方面的用料也令人满意，尤其是豪华版附赠的金币和血气啊，对于极速追杀系列的影迷来说吸引力还是很大的。是乔纳森同志吧？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吗？老实交代，你顺走人家一把枪，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不是，那个枪啊是我的，我还在这抵赖。你第3步才拿到2011，那会儿你早就被除名了，你住个屁的大陆酒店！我交代，我全都交代。在极速追杀第3部里啊，基努·里维斯再次用上了塔兰战术的定制枪械 TTI STI Combat Master 2011。这款枪的前身呢是 STI 国际推出的1911改型，除了使用双排供弹啊，外观上还有一处标志性的特征，就是握把上像龙鳞一样的烫纹。随着《极速追杀》电影的火爆啊，这款塔兰战术为电影特别定制的枪械，成为2019年炙手可热的明星产品。那 MSD 推出的这支发射器呢，正是以2011战斗大师为原型。包装正面2011四个大字简单明了，反面印着塔兰战术的 logo。说明书标注了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整支发射器的分解爆炸图。盒子里有一小罐水弹以及保护色的逆压火帽。不过嘛，这个东西装不装上就看你自己了。2011使用5.4寸加长枪管，搭配双排供弹的扩容弹匣，看起来比经典款191大了不少，拿在手上显得非常霸气。得益于金属纵深和扎实的用料，发射器全重超过了950克，接近2斤的重量，手感和2011粗壮的身材非常相符。原厂滑套使用尼龙材质，摸起来比较厚实。
侧面防滑槽还原了真铁的抛光加喷砂漆面，滑道上的 Combat Master 字样和 G34略有区别，这里在尼龙表面采用了胶印工艺，比较容易沾上油污。抛壳窗里古铜色枪管座上刻着9×19的字样，显示这款2011的原型使用的是9毫米帕弹。铝合金材质的一体外管漆面很厚，看起来略显油腻。顶部金属罩门做工很精致，侧面和顶部的螺丝没法调整，主要起到固定作用。击锤镂空设计同样可以和扳机联动，释放声音很清脆。前端准星采用 TTI G34同款样式，光纤换成了红色。原厂尼龙滑套的漆面和做工其实都还不错，但空挂卡槽还是比较容易磨损。好在 MSD 也有单独发售的铝合金滑套。更换滑套不是很复杂，把罩门、飞机座、副镜簧枪管依次挪过去就好了。罩门的槽位可能会有些公差，简单打磨就能装得进去。铝合金版本的滑套比原厂重了一些，换上以后整枪重量达到1006克，滑套漆面更加细腻，不过没有还原防滑槽表面的抛光细节，应该说各有取舍吧。上膛时的金属摩擦和碰撞，可能对很多水友都是天籁之音，就冲这个多花100多块钱也不算太亏。不同于1911系统的内置副镜簧，2011采用了和格洛克类似的开放式设计，拉开滑套空挂行程50毫米，可以看到前端露出粗壮的副镜簧导杆，副镜簧弹力很足，滑道释放干脆利索。2011的分离式钟身同样用料厚实，表面处理非常细腻，包括下导轨在内，整个钟身都使用了铝合金材质。枪身右侧有2011和 STI 的 logo， 底部也有 STI 国际自家的铭文，刻字很清晰。烫纹握把还原非常到位啊，鳞片状的纹路立体感很强。听说这玩意儿是工厂大妈一个一个烫出来的，那握起来肯定是不会打滑了。扳机行程很短，中间的镂空和击锤一样，开孔非常大。左侧弹匣释放钮上有一个增加接触面的小圆片，便于快速释放弹匣，按起来确实要比191更迅速一些。空挂杆和191经典款差不多，底部多了一个小槽。双面联动的保险拨杆和握把保险都进行了外观和功能的还原，表面和钟身一样使用黑色喷砂漆面。弹匣颈导向座是 TTI 定制的款式，大倒角设计让弹匣插拔很方便。2011的弹匣采用扩容设计，原枪可以容纳22发9毫米弹药，相比使用.45 ACP 弹药的经典191，火力持续性大大增强。铝合金弹匣底盖预留了充气口，但安装不是特别牢固。供弹弹簧弹力偏大，而且爆弹嘴的设计略有缺陷，使用弹径小的水弹可能会直接弹出来。实测载弹量大约18发左右。根据厂家的反馈啊，目前已经更换了全新设计的爆弹嘴。除了原厂尼龙滑套和握把，这支2011的钟身和绝大部分零件都使用了金属材质，细节做工到位。尤其是更换了铝合金滑套以后，手感扎实无比，造型极具攻击性。相比 G34 2011离战斗大师显然更近了一步。把滑套定位到空挂位置前方的缺口，取入空挂杆，向前抽出滑套，这个拆解方式依然沿用了1911的基本结构。副镜簧导杆是两段螺纹连接，拧下前节以后可以连同副镜簧套一块拆下。滑道前端取消了1911上的枪管套，可以直接向前抽出枪管。蓝色铝合金内管长度大约10厘米，前端有阶梯状的结构。飞机座单簧设计，尺寸和威尔特 M1 不同，二者无法互换。下身分离式结构，握把和钟身通过螺丝固定。灌入 R134A， 打开保险就可以直接上膛击发。整套系统有一定程度上的抗寒设计，连续击发衰减不算严重。速射3个弹匣仍然可以维持正常后座和空舱挂机。滑道运作顺畅，后坐力比格洛克系列大得多。2011的击锤组做出了半待机保险的功能，下压击锤到半行程时，击锤进入锁止状态，只有完全压倒才能重新释放。击锤组的联动机构相比威尔特 M1 更加拟真，压下外置击锤不需要拉动滑套，联动机构就能带动内部机针上膛，此时扣动扳机就会同时释放击锤和机针，完成击发。可以说这是目前气动水弹手枪玩具当中把玩和射击的拟真感最强的一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多气体消耗在了滑道回膛上，我这支抢先版的原厂初速在55上下，可能不是很高啊，但对手枪来说我觉得也足够用了。
此前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品牌推出了适配 P1 的 G34滑套，而姗姗来迟的2011上市以后呢，极速追杀系列当中的2款战斗大师手枪发射器终于可以凑齐了。独角兽和 MSD 这3款产品其实本身定位并不相同 ，G34 和2011两个型号呢，在外观和功能上也各有千秋。对于极速追杀系列的影迷来说这2款战斗大师，我个人觉得都是很值得入手收藏把玩的产品。独角兽的豪华版，我看光这个安全箱和几枚金币就能让不少人掏腰包。那 MSD 的2011更不用多说，国内首款复刻，全功能还原，金属内购和终身的用料也是非常良心别问我买哪一支，我现在要去找那个招待所客服算账。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投不投胶？投不投？投不投？投不投？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并且下载 SD- 水战论坛。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